肖战这几天一直在做梦，梦里整个人都轻飘飘的，脑子里各种各样的画面在不停地闪现。小战，我们也很喜欢你，可是你们毕竟是男人，要为下一代考虑，我们的要求你考虑一下，也不是一定要现在，就是想你给个准话就行。肖战，我那么喜欢你，结果你竟然喜欢男人。小战，不是我们不同意你和一博的事，可是爸妈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真舍得为了他连爸妈都不要了吗？肖战就这样躺在床上，紧闭着双眼，泪水不停地滑落，嘴里一直喃喃着：走开，不要再逼我了，不要再逼我了，走开。王一博，你在哪里？怎么办？小战这样都2天了，一直说胡话。肖妈妈抹着泪担忧地说道：梦总归是短暂的，该醒的时候哪怕你再留恋，依然会醒。肖战悠悠地睁开眼，太过明亮的光线让他的眼睛很不适应，忍不住伸手挡了一下。醒了，醒了，小战醒了。入目的是肖妈妈惊喜的样子，肖爸爸也因为肖妈妈的叫声快速走了进来，看到他果真醒了后才长吁了一口气。你这个臭小子，要么大半年的不回家，一回家就这个样子，你是要吓死谁啊？他好不容易适应了光线，看到父母后用干裂的嘴唇勉强一笑，转头看了看四周，本能地寻找梦里的那个影子。没有啊，果真没来，真的是在做梦。你在看什么？肖妈妈叹了口气，将他把枕头垫高后扶着他坐了起来。还有你和小博的事。肖妈妈看了肖爸爸一眼，转头道：你的事我不管了，爱怎么样怎么样吧。妈。肖战无言以对，在自己的房间睡了一觉，肖战觉得好多了，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，只是想到等会万一爸妈又提起然让他分手的事情，要怎么应付？如果新年天就被赶出家门，自己能去哪里啊？自己的又不能到处乱晃。虽然不用担心现在出去会遇到粉丝，不过疫情严重中啊。战战，出来吃饭吧。肖妈妈在外面敲门。好的，妈妈该来的还是会来，随机应变吧。餐桌上摆满了自己爱吃的菜，肖战眼眶有点发酸。虽然父母亲不理，但是心里还是对自己好的。一家人吃着饭，都默契的没有提不开心的事情。战战，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你们不会那么早开工吧？肖妈妈关心地问道。剧组那边等通知吧，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，暂时没有工作，还要看这个疫情的形势而定吧。肖战乖巧地回答道。今年特殊，所有的拜年都取消了，你外公那边的小区都封了，那边社区有人确诊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去了。一会你给外公打个电话拜年吧，还有姨妈他们，昨晚都看了你的小品。肖妈妈继续说道，不时给肖战夹菜。为了上镜好看，儿子比之前还要瘦了。既然没有工作，就待在重庆吧，没事被到处乱跑了。肖爸爸说道。肖战听明白了，他爸是担心他回去洛阳，所以先发制人了。果然还是不接受。知道了，低下头继续吃饭，看来是不适合提起。罢了，先缓和气氛，以后有机会再提吧。爸妈，我吃饱了，碗我来洗吧，你们去休息。肖战熟练地收拾碗筷，然后进了厨房。爸妈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小声地说这话。老公，新年别提那件事。肖妈妈想着还是提醒下，万一闹得不愉快，儿子又该离开了。北京现在确诊人数天天都在增加，只要他不提，我就不提。
不过如果他要去洛阳那边，我不会让他再进门了。肖爸爸始终还是不能接受，那个男孩子年龄太小了，说不定过2年新鲜感过了，也就算了。爸妈的对话虽然小声，但是肖战还是听得很清楚。听到他爸说，过2年说不定就分开了，心里说不出的酸楚。虽然世人看来确实如此，但是他自己体会得到小朋友对自己的感情是多么的强烈，好想告诉所有人，他们不会散，他们会白头到老的。眼里含着泪水，却努力不让它流出来。仔仔，你在干嘛？哥哥真的想你了。在重庆的日子，肖战每天都帮忙爸妈做家务，对于一博的事情绝口不提，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和小朋友视频，往往一个通宵都不挂。没有办法，白天是不能提，晚上却跟意难平。2个人都像约定好一样，没有再提家里的事情。也许有些东西需要时间。就在王一博回家的第3天，武汉的疫情进入了紧急状态，全国的形势开始紧张。太想念彼此了，小狮子和他哥商量都回北京，不开工，2个人可以一起生活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打扰。爸妈，我明天打算回北京了。肖战在家待了10天后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。不是说没有工作吗？工作室那边的年后的代言，还有剧本要回去商量一下。肖战说了个中肯的理由，爸妈怎么会不知道他要回去的主要理由？这些日子大家都很默契的没有提王一博，虽然也知道事情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。他也回去吗？肖妈妈直接开口问。肖战没有回答，只是低着头不说话，算是默认了吧。不想对着爸妈撒谎，也不想委屈小朋友。看着儿子这样就知道的答案，肖爸爸起身离开，没有说话。看着爸爸离开，肖战眼睛都红了，但是却说不出半个字来。妈妈只说了注意安全，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。第2天，肖战从重庆飞回了北京，王一博从洛阳飞回了北京。分开那么久，2个人终于在北京的家里团聚了。2个人拥抱了好久才分开，彼此的思念真的快要把2个人压垮了。坐在沙发上，小兔子被小狮子抱在怀里，2个人觉得有很多话要说。哥哥，这次回去怎么样了？弟弟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，提起这个小兔子就难受，摇摇头。爸妈对我淡淡的，话很少，知道我要回来和你会合。我爸他，小兔子有点说不下去了。可是，你还是回来了。小狮子抱紧了他哥。谢谢你，你不知道在洛阳我心里有多着急，真怕在父母的强压下，小兔子会犹豫。笨蛋，哥哥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仔仔怎么能对我没有信心啊？小兔子捏了捏小朋友的奶膘，怎么过年也没有长肉啊？我担心的吃不下，哥哥要对我负责，每天给我做好吃的好不好？小狮子开撒娇了。好好，我负责把你喂得饱饱的。我的小崽崽对着小朋友，心情再不好都很瞬间变好。是哥哥说要我喂饱我的，不能反悔我。小狮子带着坏坏的笑，抱起他哥就进了卧室。你真美，小白兔。肖战把脸轻轻贴在一博的宽厚胸前，被水仙的香味笼罩在狭小安全的空间里。狮子自信于自己的魅力和信息素的强大压迫力，他垂涎这只可爱的兔，想立刻贯穿它，用尖锐的利齿为它打上象征占有的标记。冷吗？你在发抖。王一博低头吻他的眼睫，抱着他换了个姿势靠在床头，把肖战的头按在肩窝里，抚摸着能摸到骨节的清瘦脊背，
抻过被子盖到肖战肩头。肖战沉默着不回答，只是悄悄攥紧了王一博的衣襟。他低下头，薄唇贴着肖战松软的黑发丝，亲了亲他的耳朵。肖战眼神克制，浅灰瞳仁上却浮着一层薄薄的水痕。可以吻你吗？王一博低声在肖战耳边问，带着调情的旖旎调子。他轻轻在肖战水润的嘴唇上碰了碰。我想你了。王一博声线低沉温和，如同又是航船迷失的灯塔幻影，沙漠里引人深陷的海市蜃楼，贴着肖战的耳畔一步步引他沦陷。肖战蓦然哭出来，紧紧抱着王一博，指尖抓在王一博背上留下几道痕迹。你欺负我！小虫抖翅上露水似的颤声在王一博心上轻抓了一下。王一博露出一丝迷茫眼神，把抖得厉害的小兔子抱进怀里，抽了张纸巾给肖战擦眼泪，局促地吻他的眼睛。我太凶了。肖战浑身疲惫无力，软着声音嗯了一声，瘦弱的身体卷在王一博怀里，动也没力气。肖战鼻尖红得像颗浮着一层粉红的白樱桃，被欺负得狠了，缩成很小的一团。王一博抱着他去洗干净了，再抱回来藏进被窝里。肖战的表情有些不舒服，缩在王一博臂弯里昏昏欲睡。王一博就躺在他身边，抱着他，把他保护在怀里，让怀里的小兔子能睡得更安心。我来到你的城市。